朝堂局势风云莫测，近来朕思虑颇深，夜里更是难眠。但仅熬了一夜，第二日，摄政王纪征便派人送来了西域助眠的香料，把我气得直接将茶杯摔在了地上。他纪征摆明了是在向朕示威，他是想说这皇宫包括朕都在他的掌控中。他想得美，等朕抓到他的把柄，就把他关到大理寺去。不等那帮老家伙定罪，朕就先去抽他50鞭解解气。我抱着被子就是一顿胖揍。夜晚寝殿里就留了侍女春桃伺候，从小跟在我身边，他已经习惯，知道我不是真生气，眉眼染上笑意。那您今晚点不点？听闻那香料在市面上可是1两千斤呢。当然点，不仅点，赶明个儿还得继续问他要，花光了他的家当，省得他背地里用钱招兵买马。我说的理直气壮，盖上了被子。不知是不是香料的作用，这一晚果真好梦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梦到了去世多年的母后，她见不得我愁苦，说是在地府帮我求了个仙术，只要触碰到那执掌大权的摄政王，我就能知道他的心事。这还不把我大魏的江山夺回来？一觉醒来，我神采飞扬，面对着平日里忧心的早朝，也变得有些跃跃欲试。朝堂上，众大臣都懵了。摄政王，江南水患，臣举荐浙江总督于有钦。两广总督李卫却有治理河道之才，叫他不日启程。摄政王，臣以为陛下刚刚登基，选妃则后之事还尚早。朕情窦初开，按捺不住，明天就得选，你也该选正妻了。摄政王，臣目前不太想。来人，把西域进贡的美人连夜送到摄政王府上。一场早朝下来，摄政王脸都绿了。我心里那个爽，这不得想着怎么谋反。所以早朝结束后，我立刻叫住了他。纪清，纪征回头，脸色阴沉，嘴角被迫勾了勾。我装作不解，纪清脸色怎么如此难看？可是生病了，顺便将手顺势搭在他的肩上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已经期盼能听到纪征谋反的全计划，就算不是全部，套出一点消息也行啊。内阁元老武将杨帆，到底谁是他的人？还是都是他的人？他府邸有多少死士？宫里又有多少他的眼线？老皇帝的死和他有没有关系？我看着纪征墨色深沉的眸，满怀期待。听到的声音却是：陛下就知道气我。陛下的身子怎么比女子还软？好想，夜夜都想我妈了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鸟语，接触还在，声音根本不停。反应过来后，我已被他说得面红耳赤，推开他，直接拂袖离去。这厮还在后面追问，声音无辜的不行。陛下怎么了？臣还没回话呢，怎么走了？摄政王那厮的思想比那历代禁书还龌龊，意淫朕的龙体也就算了，还意淫朕的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胆大妄为。朕迟早要他诛九族。正经选妃之事由内务府采办，还需一定的时间。我急于验证仙术和搞清楚摄政王的党羽，便先办了一场宫宴。爱卿觉得哪位千金比较配朕？纪征面色寡情而冷淡，像是对这些都提不起兴趣，只是道还是要陛下真心喜欢的好。妾朕娶谁就多拉拢一份势力。他摄政王真能不在意？我举起酒杯来，爱卿，今日朕高兴，陪朕喝一个。纪征也跟着举起来，是臣的荣幸。酒杯一碰，指尖一触，这位城府颇深的摄政王的心声便出现在我的耳边：谁都行，就是方尚书家的千金不行。方尚书是吏部尚书，掌管文官任免，又有文人傲骨，硬拼起来容易遭后人诟病，确实值得纪征忌惮。我立刻道：传方尚书千金。纪征一顿，诧异地看向我。朕早就听闻方二小姐貌美如花，朕甚是心悦。我拍了拍纪征的背，其实这样也好，方如玉虽漂亮，但听闻喜欢女子。陛下想来不会霸王硬上弓，这样我就又有机会了。听闻两男子同房时，某些地方会格外痛，这让我怎么舍得？不过凭我的能力，一定能让陛下幸福。可嗨，狗贼纪征，我劝你别太离谱。陛下，方尚书的千金到了。英姿飒爽的女子横眉冷对地跪在殿前，确实长了张对男子不感兴趣的脸。我连忙摆手：你叫他回去。小太监。纪征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不妨碍他眼神依旧荡漾，嘴角轻扬。陛下不问问臣有没喜欢的人吗？我环视一周，太傅千金，博闻强志，阁老长孙女，这两家一联姻，我还搞什么？赶紧退位算了。包括兵部侍郎家的大小姐，户部尚书家的小千金，今天来的就没一个善茬。赐婚只会让摄政王权力更无法控制，还是下次挑几个无权无势，最好还能当内应的人来。心里算好了小99，我不动声色地开了口：爱卿喜欢哪个？纪征看着我，唇角微扬，视线向下，眸子幽深。臣喜欢白的，脖子白，身子也白，白的勾人。这登徒子说话就说话，眼神都快把我扒了。我气得发抖，耳根泛红，但还是强装镇定地挥挥手。
叫春桃抱来了白色的京巴犬，直接送给纪征，随即扯了扯嘴角，嘲讽道：“这不得把爱卿迷死！”纪征被弄了一身狗毛，脸上再无笑意。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一天和纪征的斗智斗勇，我连忙跑到了湖清宫泡澡。月光温柔轻洒，温水像是能洗去人的一切烦恼。王朝兴衰更替，势力此消彼长。只要在朝堂这片漩涡中，就没人能独善其身。我只愿守着这天下，对得起黎民百姓，看得住这老祖宗打下的江山。我可真是一代明君。正美滋滋地想着，一声轻笑从殿宇上方传来。下一刻，穿着夜行衣的男人从天而降，露出一副熟悉的面庞。臣今天看着宴会上陛下，馋得紧。陛下，您猜猜，臣若是在这里做些什么，您门口的侍卫会不会听到？我冷冷看着他。下一刻，他便跳下池中，一把抓住了我，同时一只手扣住了我的下巴，凑到了我的耳边，声线慵懒温柔。听不听到都没关系了，因为他们都是我的人。我面色冷凝，脑海中慌忙地想着对策。纪征不爱虚张声势，他说的就一定是真的，所以现在所有人都靠不上了，我只能依赖我自己。朕倒是不知道纪清有龙阳之好，我不动声色地将人推开了一点，腰却被搂得更紧了些。纪征摇头，错了，臣只爱你。我皱了皱眉，并不相信，不过是见色起意，何必情浅言深？纪征看着我，没有回话，莫名陷入到一种情愫中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我的唇，耳边响起了他的心声，想亲，所谓破釜沉舟。我怔了一瞬，也仅仅是一瞬。下一刻，我含住纪征脖子就吻了上去。他有些错愕，让我爽了一下。无论何时，我都不喜欢处于弱势，况且我心里有了其他的主意。纪征很快便客为主，一时之间，水池中便只剩下暧昧的声响。直到接近窒息，纪征才将我松开。男人体温陡然升高，隔着潮湿的衣物从指尖传来。没想到陛下和臣竟是两情相悦，我刻意放慢了语速，尾音上挑。强迫有什么意思？想不想朕心甘情愿。爱卿想要的，能给的，朕可以给。就是不知道朕想要的，爱卿能不能拱手奉上了。瞬间，纪征呼吸有些急促。陛下想要什么？杨帆打了胜仗，听说要带着5万亲兵回来，好威风，比京城的禁卫军还多。纪征听得皱了眉，确实有些狂妄。您是要臣去敲打他？我摇摇头，唇角微翘。你约他出来，和他商量商量谋反的事。纪征，陛下是想借我之手将杨氏一族彻底除掉。纪征看向我，不知是何意味。他若无谋反之心，朕自然也除不掉。设局也得有人贪了入局的心。男人眉宇间透着难以掩饰的期待。陛下信臣，这个问题确实该问。他纪征要是站在我这边，杨帆就是那瓮中的鳖。但倘若局势一逆转，我就真有可能被他们谋反了。我自然不会把自己置于那种境地，只是这些没必要和纪征说。朕当然信你。纪征面色如常，应了声。我以为他在想找什么借口把人约出来，可当他伸手拦住我，内心事成之后，我要3天3夜地。不知道陛下肯不肯穿女装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在龙床上？好刺激，我好喜欢。不瞒各位讲，我差点当场驾崩。这摄政王脑子里就不能装点别的东西吗？我蹙着眉心，紧紧盯着他。纪征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察觉到水有些凉，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。我连忙捂住他的眼。纪征长长的睫毛划过手心，有些痒痒的。到了换衣格，我赶紧拿衣服遮住，没了手遮纪征的眼。这狗贼笑得猖狂。陛下的身子果然很白，白得勾人。10日后，宜春楼，春桃试着琴弦，我趴在窗户边。车马辚辚，人流如织，我大卫泱泱盛世近在眼前。楼内突然敲锣打鼓，花魁露脸，引得我又赶紧换了个窗户关上。直到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我才规矩地坐在伏案前。隔着一层朦胧的屏扇，依稀可见是来人正是摄政王纪征和武将杨帆。春桃开始抚琴，悠悠的琴声传遍整个厢房。杨公子倒是会享乐之人。这算什么？王爷要看得上眼，下官就替家父做个主，把这一春楼送给王爷了。本王是喜欢夺人所好，但也要看得上眼才愿意要。杨帆有些悻悻，但还是继续恭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就是不知道王爷这次请我是何事。”你不知道？纪征此话一出，空气滞了片刻。杨帆连忙起身敬酒，这等好事能轮得到下官，还是有所怀疑。我在案头写画画，上面是张美人画像，下面本子则是我的思考。今日我和春桃的身份分别是画师和乐师，混进这个宜春楼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只听纪征又道：“轮不轮到你？你的5万亲兵不都要到了吗？借着替将士们请功的名义行谋反之事，这事不轮到你，轮到谁？”杨帆尴尬的笑笑，不停的敬酒。也许来之前，杨帆带兵进京还只是对我这个新地的试探，或是下马威，以讨要块肥沃的封地。可纪征明面上站在他这边，他想要的可就多了。
杨帆继续吹捧，纪征照单全收。听得我无聊的都开始在纸上画圈时，突然纪征提到了一个名字，宋良。他会帮你。一瞬，我的耳朵瞬间竖了起来，手上的笔也不停歇。宋良，京城禁军统领，虽是当年父皇钦点，却是阁老门生。若纪征和我一声招呼都不打，就能叫宋良替他办事，那整个京城岂不都在他纪征的掌控中？又何止杨帆那5万亲兵？我背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杨帆倒是高兴地跳了起来，连忙表忠心，无非是等他当了皇帝一定如何如何。又是一番瞎扯，两人才站起身来准备离开。我只想赶紧回宫，没想到下一刻，杨帆突然从屏扇钻了进来，一把拦住了春桃的腰。老子刚才就听得心痒痒了，等会儿一定办了你这个妖精。我脑子空白了一瞬，却没什么办法，心越来越急。等安慰到这儿，春桃说不定已经被这王八蛋给玷污了。没想到一旁的纪征皱着眉开了口，等等。杨帆一愣，但也不敢怠慢。王爷，你还有事？纪征又看了戴着面纱的春桃两眼，眼神逐渐阴冷。我要了。杨帆只得松开了手，想来应该是认出春桃了。我松了口气。杨帆心有不甘，眼睛滴溜溜地转，再一伸手，已经揽到了我的肩上。干，这个也凑合。王爷告辞。杨帆话还没说完，我就被纪征一把拽了过去。这个我也要了。纪征说的霸道，一边一个，把杨帆看懵了。不用仙术，我都能猜到他怎么想的。传闻摄政王不近女色，背地里居然玩这么花。好消息，我和春桃逃脱了杨帆的魔爪。坏消息，又落入了处于愤怒边缘的摄政王手中。马车走了一段路，纪征环着胸冷冷道：“陛下还是不信臣。”我理亏在先，伸手拍了拍他。新生，女装还是挺好看的。立刻把手缩回来。信的，就是刚好想出来转转。是他，我当即指向春桃。他说想弹琴，春桃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。纪征眼神凉薄地看着我，也没有说话。马车上的气氛越发压抑。春桃先开了口：“婢女会骑马，望王爷恩准。”纪征点点头，算是默许。我也想出去，边起身边道：“我也会骑，不辛苦爱卿了。”结果被男人黑着脸一伸手就拽了回来。我跌坐在他身上，我好歹是1.8尺男，他竟叫都未叫。我有些慌乱，只能再次坐到一旁。这种慌乱大约来源于一种认知，要是对上了，我虽龙颜甚微，可武力悬殊，到时候真就是下面那个。刚才一番动作，本子掉了出来，我连忙俯身去捡。纪征倒是没有和我争抢，他淡定地取下腰上的玉佩，用玉佩上的红绳把我的2只手绑了起来，然后轻松地拿走我手上的本子。对，没错，绑了起来。纪征这狗贼，朕迟早取他狗命。纪征翻着本子看，漫不经心地开了口：“陛下既想知道谁是我的人，何不来直接问我？”听得我眼睛一亮，我问你就肯说，这可省事多了。纪征懒洋洋地继续翻着，说：“当然可以说，不过……”男人突然话锋一转，吊足了我的胃口。不过什么？纪征黑白分明的眸子竟透着几分无辜。我忘了，陛下信不过我，戏弄我呗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回了一个虚假的微笑。纪征还在继续翻，我回想，除了对宋良的推测，就好像没记什么其他的东西了。等等，不对！下一刻，我转身想扑在本子上，以遮挡纪征的视线。谁知不仅被他躲开了，本子上的内容还看了个正着。男人面容阴冷，一字一句念出了声：“久历见浓春丝荡，鸳鸯袖被翻红浪。”没想到这花魁姓苏名月，竟是一名男子，真是比被誉为京城第1美男的纪征还好看。空气又停滞了一瞬，纪征笑得咬牙切齿，直接将本子扔到地上。陛下好文采，真生气，我还是分辨得出。上次这厮这么笑的时候，第2天得罪他的人就被挂在了城门口。我连忙道：“这是春桃写的。”等等，也不是他写的，是他墨的。前人之大作，他怎敢认领？想来是春心荡漾了，那也不该和爱卿比呀。这个春桃可真不像话，竟敢如此比较。我回宫了，一定好好教育教育他。纪征挑眉，丝毫不接受这个解释。陛下，那时的春桃双手在抚琴，我眉头紧锁，片刻后憋出一个解释：脚。他用的是脚。纪征不想再看我，直接对着马夫道：“回宜春楼。”我有些慌了，回去干什么？这要是被杨帆发现点端倪，这么多天不是白搞了？纪征倒是一点不在乎，言语带着讽刺：“臣当然是去看看这位貌比潘安的花魁到底有多让人春丝荡。”我心一横，直接一屁股挤在了纪征旁边，蹭了蹭他：“你认真的呀？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别生气呀。要不你也拿我和那花魁比，你不还搂了个美人在怀里了？怎么样？不得不说人家那身段，啧，我要是一男子怎么把持得住？这3句是真的。”纪征思索了一下：“陛下是吃醋了，虽然我没这个意思，但我还是重重的点头，言语满是认真。本子上那都是气话，看你搂别人，我气得眼发红，这句是假的。”边说我还边想起那男花魁来，长得可真好看。
就是有几分眼熟。纪征直勾勾地盯着我，语气中带着威胁。陛下最好真是这么想的，京城要变天了。大家都这么传，每日都有肃杀的士兵装备齐整的进京，百姓闭门不出，商户也不做生意。朝堂人心惶惶，手握大权的摄政王倒是戒了由头，好几日没上朝。而此时的我正气得冒烟。大理寺调查结果尚存异议，废后当年可是用巫蛊之术谋害皇嗣，虽有骨肉情谊，还望陛下三思，莫要让先祖们寒了心祭拜自己的生母，不合礼法。我气得直接将手边的奏折砸向礼部侍郎。你又懂个屁！礼法？礼法是你这种狗玩意定的吗？你如果这么想各位先祖，何不下去陪陪他们？朝堂瞬间跪了一片。今日杨帆进宫，所有人都知道的日子，我还真没料到会有人上赶着拿起我当做对杨帆的投名状。转瞬，杨帆身披甲胄，手握长刀，大步进殿，身后跟着一批亲兵。礼部侍郎喜形于色，想上赶着邀功。我负手而立，冷冷地看向杨帆。杨爱卿，这是何意？杨帆有几分得意，怕是比在战场上还要意气风发。皇帝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打走落水狗，明日就登基，我给他鼓了鼓掌。你要不要再顺便问问，这文武百官谁站在你这头，顺手帮我甄别一下中间臣？杨帆性子直，想不到这些弯弯绕绕，拍了拍胸脯就道：你们听好了，摄政王是站在我这头的，他无心于皇位，我无心于权倾天下。他日他依旧做他的摄政王，我只要光宗耀祖，享受三宫六院，我们互惠互利。聪明的就赶紧站到我这边来。而您，杨帆看向了我，您该反思的是到底怎么得罪他了。一部分闻言回头望了望殿外，看到杨帆的士兵昂首而立，立刻连滚带爬的到了杨帆身后。一部分本来慌乱，听闻摄政王名头反而平静下来的，想来就是纪征的人。最后一部分眼中有必死的决心。我点了点头，望向旁边的太监，他连忙端着玉玺过来。我正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，下一刻方尚书冲了出来。对，就是那个惊世骇俗、喜好同姓的方二小姐的爹。臣死都会站在陛下这边。气质文弱的中年人向我表完决心，转头又对着魁梧的杨帆道：扪心自问，你杨帆的品德品行能做一代明君吗？一代反臣借忙几万兵就想篡位，还光宗耀祖，痴心妄想，你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遗臭万年。说得好，要不是时机不对，我都想给他鼓个掌了。没想到这厮转头又对准了我。陛下，您虽然是正统，到今日这个时候了，臣也不得不说你两句。您确实不该惹怒摄政王。听坊间传闻说您还叫他帮您洗澡，虽您是千金之躯，可摄政王也身娇肉贵，你怎能这般折辱他？我折辱他？我面容有些扭曲。您说要内妃最后也没纳，好几次臣都看到您还和摄政王举止亲密，想来是看上人家了。可我的陛下，你也不看看敌我差距，就非要强迫摄政王吗？此言一出，满座哗然。文武百官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就连杨帆也开始嘟囔，原来是这样得罪纪征了。龙袍下，我悄悄握紧了拳头。谁造的这么离谱的谣言？罢了，算他纪征头上。杨帆，给你国玺，我退位。我拿起四四方方的国玺，杨帆眼睛都看直了，有些忌惮我是不是有什么鬼？但文武百官和5万亲兵都看着，自然不可能认怂。杨帆紧了紧手里的长刀，上前走了2步。电光火石间，殿门一关，一黑衣人从天而降。外面剑声凌厉，惊恐的叫声此起彼伏。再看殿内，杨帆倒下，头颅已滚到了一旁。杨帆到死眼睛还睁着，想不通发生了什么。直到再开宫门，外面已血流成河。起初站在杨帆身后的臣子已是汗如雨下，所有臣子都忍不住后怕，便也不敢轻举妄动，都在注视着摄政王纪征的一举一动。毕竟眼前的局面仅靠摄政王一人还可以扭转。直到纪征单膝下跪，高呼吾皇万岁，文武百官才如梦初醒，跪下一起高呼吾皇万岁。第一步成功了，晚上要叫春桃温点小酒。我面上却依旧威严，当着文武百官戏还得继续演下去。摄政王忠心护朕，不知想要什么奖赏。这是臣该做的，无所谓奖赏。男人面容沉稳，不骄不躁。我满意地点点头，下了台阶，将纪征扶起。身体碰触的一刻，耳边又响起另一道激动的声音：快升我为皇夫。我笑容僵硬，心道没关系的，你已经习惯了。但一切安顿好后，大殿又只剩我和纪征2人。陛下，我在上面发现了有意思的东西。纪征冲我招了招手，他大概以为是先皇留下来的东西。我看着他站的位置，指尖微动，下一瞬，地面向下陷去。纪征紧张着地面，却没注意上面。转瞬，铁牢砸了下来，把纪征关了个正好。我当然不会把所有的赌注压在纪征身上。纪征看向我，很快想通了一切，脸色有些难看。陛下112鸟，好计策，只不过
对臣也用得着这么赶尽杀绝？我取出袖子里的软禁散递给姬征吃了。未来半月朕要去祭祖，不上朝。摄政王要是想不吃不喝，原地出宫，朕也没意见。听到后半句，姬征一口将要吞了。我接连着又喂了他好几种，才道：带着势力争夺干净，就送你块封地养老。陛下当真这么无情？姬征看着我的眼神凶狠的想吃人。一炷香后，我把铁牢打开，扶起了已经软在地上的姬征。你知道自己输在哪了吗？你他娘的才精虫上脑呢！我想起那个谣言，有些愤愤。姬征整个人靠在我身上，对我说的却不是很认同。臣明明输在臣永远都对陛下心软，你换个人试试，看臣是不是分分钟把这皇位抢过来。我心跳嫣的停了一下，面对死亡威胁，依旧镇定自若，情话连篇。想来这世间也就他姬征一人能做到了。京中近来大事，摄政王病了，谁都不见。料众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到，是我把他软禁在了宫中。姬征被关在我寝宫旁的偏殿内，每天都被喂足了药。听闻姬征之前还上过什么武林高手排行榜，我不能掉以轻心。莫名其妙的是，明明每次喂完之后，姬征都弱得只能躺在床上，他却总能在深更半夜爬上我的床。其实这样也挺好，陛下别赶我走了。我身体绷紧，不知何时过来的姬征把我搂得死死的，头还紧紧靠着我的肩膀。我咬牙切齿地吐出3个字：想得美。姬征不满地蹭了蹭。自打那日过后，臣还没亲过陛下，我受不了的将人一把推开。那是谁每天半夜都呼我一脸口水？男人无辜地摸摸鼻子，那不一样，陛下都没主动言毕，又像个藤蔓一样缠了上来。其实除了姬征的动手动脚，日子是难得的舒心。母后终于平反，以皇后之礼安葬。那个礼部侍郎连个屁都不敢崩，形象展示了什么叫夹着尾巴做人。那场反臣逼宫的戏码，将所有人背后站的是谁都暴露一览无遗。锦衣卫逐个去查就方便得多。即使知道我在清剿他的势力，姬征也没什么行动。我想不通他在想什么。直到那日，他发现新进的状元郎名也叫苏月，和宜春楼的南花魁一个名字。姬征疯了。3日后，10里红妆让满城繁华失了颜色。马车井然有序，队伍从街头排至街尾，涌动的人群比肩计种，个个皆伸头探脑去观望这百年难见的大婚。摄政王要娶妻了，王妃不知姓甚名谁，家住何方，甚至连真面目都未曾有人见过。嫁娶之礼弄得声势浩大，满朝文武更是一人未请，这让众人的好奇到达了巅峰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朕一定要杀了你！我咬着牙道。平生第2次穿女装，还戴这么重的头饰。姬征不回话，动作倒是非常利落地揽着我，我直接毫无形象地躺在了他的腿上，红盖头一盖，和死了一样。姬征伸手进来捏我的脸，语气温柔：大喜之日，陛下笑笑。我直接咬了他一口。有些事情实在想不通，那药到底什么时候对你没效的？姬征忽的一笑，眸子微垂。陛下大约不知道，臣自小是被当药人养大的，也就是说，一开始你就是假意被俘。姬征没管被咬伤的手，又去捏我的耳垂。也不是，陛下身边制药的人还挺厉害的，这么一看，他的人一直就在他身边。可等我的人意识到我已经被偷梁换柱时，就不知啥时候了。还好我察觉到姬征的心声，留了字条给春桃。我哀叹着人和人不能比，被胁迫着拜了堂。当晚就和姬征这人其实也挺好，尤其是某些方面，就是话太多。陛下可真是铁石心肠，从前不喜男子，看到那状元郎就又喜欢了。臣如果不留个后手，只怕陛下有了新欢，就把臣这个就爱忘了。那姓苏的就那么好，陛下还亲自破例升他为状元郎，我一代明君，这话我可不认。他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当初不过是沦落到宜春楼。姬征不爽我为他说好话，冷声道：那陛下是说臣没有真才实学了？我哪有？是不是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？那正好就比谁更厉害。疼得我一口咬住他的肩膀，要痛也得2个人一起痛。最后姬征喘着粗气凑近我的耳边说：你爱我。哎，骗子，夜转明，乌鸦叫。春桃把宫里清干净了，我费劲地穿的衣服还是那身红装。昨天听了姬征的话，我加重了药量，这会儿他醒不过来。宫里的钉子可终于拔走了，就是这代价有点大。出门的时候要不是春桃扶着，我差点摔狗吃屎。陛下，你们真的？春桃蹙着眉，有些忧心地看着我。我黑着脸没说话。他又继续道：其实摄政王也挺好的，看得出来他挺喜欢您的。白天那阵仗您是没看到，一看就是真心的，您何不？春桃，我打断了他说的话，声音有些疲惫。我忌惮他势力，他怕被我赶尽杀绝，这本身就是死局。春桃了解地点点头，你们这叫相爱相杀，我没有否认。天亮后，姬征就该发现我的消失，而当宫中再无消息向他传去时，他就懂了一切。扬帆是局，朝堂逼宫是局，软禁他是局。
反被他软禁也是局。一套连环招下来，我这个傀儡新帝也能跟他这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掰掰手腕了。我静静地在皇宫中等着他的后手。没想到暗卫传来的消息是，消失的纪征在府上喝了3天3夜。后来边关告急，纪征也没露面，只留了一封信主动请缨。纪征这一走就是3个月，打了胜仗也不回来。我知道他是在跟我闹脾气。朝堂大清洗后，我的根基逐渐稳固，无人再敢轻视我，也无人敢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。我终于得到了自打登基以来就一直想要的，却忙得几乎没办法合眼。然后在一个平常的下午，我晕倒了。醒来后便处理一切去清修的寺庙养病。我确保纪征收到了消息，可这厮依然一封信都不寄回来。直到隔天由司礼监宣布我的旨意，由重臣新状元郎监国，纪征当晚就骑马赶了回来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看上状元郎了。纪征像几个月之前那样轻车熟路地摸上床，我的双手被他狠狠地禁锢住。纪征手上力量没减，眼眶发红。你骗了我多少次？说帮你就什么都依我，说吃醋我搂花魁，还说爱我。你这个骗子！纪征有些失控，我只能安抚道：你听我解释。下一刻，热烈的吻落了下来。男人眼角温热的液体几乎叫我整个人僵住了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纪征，所以你费尽心机把你魏家的江山抢过来，就是送给他。男人带着哭腔恶狠狠道，有些失控，却是在下一瞬跳下了床。老子要去杀了他！我连忙伸手将他拉住，一开口，下意识却是皇帝当久了的毛病。你敢动他，我先杀了你！纪征眼中戾气一闪而过，只剩痛苦和悲楚。我连忙起身将他抱住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，苏月那可是我亲哥。当年母后刚产下皇子就被淑妃换成了死胎，当时的宫女善良没将人弄死，母后生前就一直在找。按理说他才是太子，明白了吧？如此宫廷密室，本以为纪征会吃惊一下，没想到开口第一句却是，那你和他不是那种关系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龌龊？而且那句诗本来也是写给你的。瞬间纪征高兴的嘴角都快咧到了耳后根。夜里相拥而眠，我听到他的心声，感叹了一句，还是输了。我想我也输了，我们都输了。不过至此才死局可破，万物转生。番外，纪征是叫陛下本名，叫不得。我私下喜欢唤他昭昭，粉雕玉琢的小孩，哭得格外伤心。那是我刚从药王谷出来，想不通这天底下有什么事比吃药还让人伤心。后来才得知是他母后死了，那是我们的初见，他肯定忘了。陛下冷心冷情，自是不会留恋这种小事。可怜情窦初开的我，一记就是10年。我自小吃尽了苦头，便不愿他再吃。是，我承认手段是狠了点。起初我还担心这人怕了我，没想到登基那日再见，他的眼神中毫无畏惧，只有棋逢对手的兴奋。明明是个男子，那眼眸星光流转，竟是比女子还魅惑。腰肢酥软无骨，脖颈白皙稚嫩，哪有这样的男子？我便生了偷看的心。这一看越发不可控。陛下八面玲珑，足智近妖，想除掉杨帆。他想除掉谁，我便帮他除了。我不介意做他手里的刀。没想到陛下真正想的却是连我一锅端。我知道和昭昭对上，结局注定是输。手握重权，也不过是想看他在我身上费心思，不得不对着我示弱装无辜。陛下真好看，穿龙袍也好看，上红妆也好看，总归是我的昭昭。我纪征从年少时就尽能运筹帷幄，远能征战沙场。想来此生唯一栽跟头，就是在笑眯眯的状元郎身上。我家昭昭不算，后来听闻对方被京城一纨绔纠缠得天天叫愁，这才解了心头恨。昭昭云端月，此意即昭昭。看了这封诉衷肠的信，陛下您感动了没？臣今晚能不睡书房吗？不过臣还有一个疑问。那姿侍臣只是在脑内浮想了一下，陛下您到底又是如何知晓的呢？全文完。